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银耳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，银耳中含有多种氨基酸、矿物质、蛋白质、脂肪，它具有菌中之冠的美称。经常吃银耳，它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最主要的一点是常吃银耳还可以美容养颜哦。不过刚买回来的银耳都是干的，在煮之前需要将它泡发开。相信大家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仅泡的时间长，煮出胶质的时间更长，每次煮都要花几个小时，而且要是煮发的不好，还严重影响到口感，而且很有可能还煮不出胶质，里面的营养物质就没有办法流出来。所以想要煮出好喝又营养的银耳汤，泡发是很重要的。那要怎样将银耳泡发的又快又好呢？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今天我们先从挑选银耳说起。选银耳时，我们要挑那种淡淡的芽黄色、蒂部褐黄色，并且朵形看上去很规整，手感轻飘飘的，一点也不沾手的那种。因为市场上卖的银耳，有时候有可能会遇到硫磺熏过的，所以我们挑选银耳也是很关键哦。接下来我们来泡发银耳。把银耳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温水，水刚好可以没过银耳就可以。接着加入一勺白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等待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银耳就泡发好了。很多人都觉得泡发有什么难的，不就是加水，花时间等待泡发就行。其实这样是不对的，就是单单的泡发，也包含了很多的技巧，要是做错了，就会影响口感，还会破坏营养成分。所以在泡发银耳的时候，不要只会加水，多加一勺白醋，可以让银耳快速的泡发好。因为白醋可以软化银耳，加速泡发的速度。泡发期间记得花面朝下，这样用重物把它压住，这样可以保证银耳均匀吸水，快速泡发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小把小米，大约20克左右，加入清水淘洗干净。淘洗小米的时候，用手轻轻的淘洗，不要用力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小米的营养。洗净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小米，把小米浸泡一下，先放一旁泡着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几颗花生，一样用清水漂洗一遍，洗掉花生表面的灰尘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少许的红枣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因为红枣表面有许多的沟壑，所以清洗的时候加入少许的面粉，会洗得比较干净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和盐分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。我们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瓣，再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苹果，放入一个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把苹果打湿，再撒上一勺食盐，用手给它搓匀。因为食盐有很强的颗粒感，能很好的去除苹果表面的细菌和农药残留物。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不要去皮了，因为苹果皮的营养比果肉的营养还要丰富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苹果，把苹果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菜板上，
用刀把苹果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分成4份，把苹果核去掉，然后把苹果切成小块，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现在银耳也泡得差不多了，把盘子拿出来看看，哇，很漂亮啊！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，银耳泡发的又大又软，效果很不错。银耳泡发好了，接下来就该清洗了。完整的银耳都是呈现菊花状或者是鸡冠状，表面看起来特别的密集。这时很多人就觉得单纯的清洗肯定是洗不干净的，所以就会将大朵的银耳撕成小朵。殊不知银耳一旦撕碎后，表面大量的细菌就会进入到银耳的内部。虽然表面洗干净了，但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地方都是布满了细菌。这样的银耳你觉得还有营养可言吗？所以正确清洗银耳的方法应该是将银耳整块的放入容器中，加入少许的淀粉、少许的食盐，把银耳抓洗干净。食盐可以有效的杀菌，而淀粉可以吸附表面的杂质，这样洗出来的银耳才更加干净。就这样轻柔的抓洗1分钟左右，里边的杂质颗粒就会被淀粉吸附下来了。最后再用清水冲洗几遍，把面粉完全的清洗掉。这样银耳就非常的干净了，一点污渍都没有。然后装入盘中，我们先用剪刀把银耳的根蒂剪掉，不要了，再撕成小朵。银耳炖煮的时候，尽量撕成小一点的块，越小越容易出胶，吃着口感也会更好。因为银耳的胶质就是从我们撕碎的边缘流出来的，撕得越碎，与水的接触面积就越大，煮的时候呢，也就越容易粘稠。撕好后放一旁备用。这时我们的小米已泡得差不多了，用漏勺把小米过滤出来。接下来把家里的破壁机拿出来，把银耳放进去。接着再把准备好的配料全部放进去。喜欢吃甜的还可以放一点冰糖或者是红糖。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然后开启电源，一边加热一边煮。我这里选择了米糊键，打好就可以喝了。银耳羹就这样做好了，口感细腻，非常的顺滑，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如果家里老人小孩一起喝的话，加入核桃仁一起，效果会更好，非常的有营养。早晚喝1碗，胶质满满，口感软糯。这一点与燕窝相似，所以银耳也被称为是我们老百姓吃得起的燕窝。这道银耳羹的做法简单，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哦。做早餐既简单又营养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小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